Amen.
歌颂我神的荣耀，全地都当向神欢呼，歌颂我神的荣耀。主啊，是的，主啊，愿你是配得赞美的神。主啊，愿你的宝座是以色列的赞美所设立的。哈利路亚！主啊，愿你是尊贵荣耀即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愿你是配得那赞美的神。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全然来赞美。主啊，愿你生命，主啊，你将我们已经全然的洁净。主啊，是的，主啊，你用话语来洁净我。使我每天成为新造的人。主啊，你用你的话语来炼净我，使我能越来越像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主啊，你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止在受洗的那一天成为我们的救主，而是在我们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我们全人的救主。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愿你从受洗归入主名的那下的那一天开始，你就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做新事。主啊，愿你的新事要不断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主啊，你的新事要在生命中不断的来突破。因为新的事将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全然的成就。因为主，因为你说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一起来宣告弟兄姐妹来，主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一起再来一次，主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再来一次，主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哈利路亚，我们抬手来感谢他，哈利路亚。主，因为你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主啊，是现在进行式，主啊，不是过去进行式，不是过去式，而是现在进行式。主，你不断的更新我们，主，你不断的在我们生命中成就新的事，成就那美好的事。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奉主名祷告，好不好？阿门，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这首诗歌，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事将要成就。为5个人以上来祝福，为5个人以上来祝福，来跟他见面，来跟他说，新的事要在你身上成就。阿妹，5个人，找5个人，说新的事要在你生命上成就。我在生命唱新歌，很甜蜜，每天都是新的。每天要吃下，你是做新事的神，一起拍手。阿妹，喜乐临在我们当中。我要向你唱新歌，很甜蜜，每天都是新的，新酒新皮带，每天要吃下。将要成就，新年恩高，新年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的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的神为高。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高。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阿们，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力量。新的事要在我生命中成就。阿们，新的恩高，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的神，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
都做了新事。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欢喜快乐，欢喜快乐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就是这么喜乐来到你的面前，就是要来寻求你，来寻求你，要遇见你。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将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父神。哈利路亚！所有来敬拜神的人，其实都应该要为弟兄姊妹
在学校里面学了什么，跟他的同学中间学了什么东西。老实说，很多的基督徒的家长是很忧心的，但是我们几乎是弃守的。青少年更是这样子。然后呢，青年人呢，今天多少媒体世界上的这些东西在破坏我们，但是我们等于是完全弃守。夫妻呢，婚姻家庭，年轻的夫妻教养小孩，所有的这些几乎可以讲说是完全弃守。因为弃守，我们就没有平安。所以我们今天到教会的读经的进度，我们读到尼希米记，我特别提醒，尼希米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城有圣殿的，而且还有祭司在那里管理的，人是可以去献祭的，但是城墙是毁坏掉的，城门是被烧掉的，所以整个城里面的没有平安，以至于带给所有以色列的百姓住在那个地方的，不只是城里城外的，不管都没有平安。所以尼希米得到神的呼召，得到神的启示，回耶路撒冷去修城墙，52天把城墙盖起来了。我们今天要看请大家看一下尼希米记，先翻到尼希米记，请看尼希米记的第7章我们先看尼希米记的第6章15节尼希米记6章15节，6章15节我先念给大家听这段圣经尼希米记6章15节说：以路月25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我们一切仇敌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个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仇敌，其实我们今天在这地上，我们的仇敌不是属血气的，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撒旦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那个可以吞吃的人。而城墙盖好了，仇敌就怎么样？愁眉不展，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是出于神的，神要保护他们的百姓，他的百姓，神要保护去敬拜神的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读到的经文。好，今天我们要从第7章开始来，第7章开始来读。我上个礼拜特别讲，其实讲了好几个礼拜。我说，台北四方教会，如果有一天有人要形容台北四方教会，会怎么样子来形容？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得到这个叫做什么？大家跟我一起念一下，请。使人享受安息的教会，使人享受安息的教会。我希望我们台北四方
我们大家如果把这个当成是神给我们的福气，就会发现说，这些人很难在别的地方得到安息的，可以在这里得到安息。所以求主保守我们。但是我今天一开始先讲这个，因为接下来的圣经会让我们想得更多。好，如果城墙只建造完成，建筑就是外在的那个看得到的城墙盖好了，是不是城里面的人就会有平安，就能够享受安息？是还是不是？是还是不是？认为是的人请举手，认为不是的人请举手。谢谢。没有举手的人请举手。老实说，答案就是，没有举手的人的。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尼希米记第7章。尼希米记第7章，你有圣经就看圣经，没有圣经你就跟我一起看一下。我念大家听城墙修完了，我安了门扇整个墙联络的合适了没有什么缺口了。守门的、歌唱的和利未人都已经派定了敬拜所有的这些都预备好了。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营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神就开始在这当中，尼希米开始在这里面找了人来管理，而这个管理的这个人的条件是什么？忠信的，是有信心，是忠心的，然后呢，敬畏神过于众人，敬畏神过于众人，不是很多的人，找到一个，然后呢，我就吩咐他们说，就是这一些派有弟兄这些人，我吩咐他们说，等到太阳上升才可以开耶路撒冷的城门，就是天亮了才可以开门。人上看守，人还在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栓，就是门就要关起来。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房屋对面之处。在盖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有很多人是被分派盖什么？盖他房屋对面的那一段城墙。那用意在哪里？意思就是房屋那一段对面的那段城墙，对这个家庭，对这些人讲起来很重要，而且它很方便。他去盖，白天去盖，晚上回来就到家里面休息。意思就是就近方便。要做这样子的一个看守平安的工作的时候，找自己最容易做的如果自己有小孩子，那我们来帮忙照顾小孩就最容易。家里面有老人照顾年长的，对我们讲起来就方便就对是这个意思。但是呢，等到城墙盖好了以后呢，对着自己的房屋的对面看守，那意思是什么？也是还是一样就近方便，不要去找说很远很远的地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概念好，我们接下来再继续看。所以城墙盖好了以后，要有人看守。城墙盖好以后，没有人看守，那个城墙等于是什么？虚的当然，小偷啦、强盗要进来比较麻烦，他要爬墙才能够进来。有墙比没有墙好但是有墙没有人在看守，这个墙的功用不大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是这个。第二个，我特别提的是第4节，大家跟我一起念一下：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城墙盖好了，为什么以前房子会少？本来进去住的人很多，为什么会少？因为大家住了，生活好过一点，就是表示什么？生活好过一点，表示这个有丰富了，比较有财力，比较有物资，比较有旁边的那些人外面的人就怎么样？就会去抢他们的，会去偷他们的你家里面很没有钱，人家不会抢你的啦，人家也不会偷你的。你稍微有一些钱，住得比较好一点的，人家就抢你、偷你了。这个是这样子。所以耶路撒冷城本来里面住的人还比较多，但是因为它成为一个很名
今天不算稀少吧。今天我们来了很多，新的，等一下我还会特别介绍一下。但是，因为房屋还没有盖，所以城墙盖好之后呢，不是单单坐在那边就等哦，不是，城墙盖好以后，要怎么样子让城墙里面的人能够越来越多？因为这个城墙是一个保护，可以带给
教会啊，请看，那个我们4个 mark 有没有？台北四方教会有4个非常强调的属灵的重点。第一个是什么？十字架，对不对？十字架是什么？救恩，救恩就是这个得救，就是得救，第二个是什么？圣灵，看这墙壁上有这个第二个是圣灵，圣灵是什么？不是，圣灵不是医治，圣灵是什么？周报上那个封面上面写的，圣灵是什么？是恩赐，是能力，是为主做见证。圣灵是恩赐、能力，为主做见证是第二个第三个是什么？那个杯是什么？医治，膏油。诗篇23篇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这个但是他特别强调这个是什么？医治。医治的那一段话，大家看的那个周报念一下好吗？请大家一起念，请。耶稣基督从未继续的笑永远不改变，他是医治人类病痛的主。是医治人类的病痛的主。我们人生的当中，所有的生境痛苦，所有的这些，主要医治，神要医治。这个教会强调的是这个。所以有得救，有圣灵，有医治。后面最后第4个是什么？君王是冠冕，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跟他一同作王，那个叫做得胜，我们坐在那边的弟兄叫做陈荣胜。如果你问他的名字什么意思，他会说什么？荣耀得胜，就是那个冠冕。神的心意不是只要我们仅仅得救，耶稣基督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将来可以上天堂，不只是这样子。所以那个城盖好了以后，如果城里面是空空的，没有什么人，城的里面的这些人，虽然人家很难再去抢他们，再去偷他们，有平安，每天可以安居乐业，但是神的心意不只是这样子。所以接下来这个当时的耶路撒冷尼希米在当时他们当中做了一件事情大家可以参考。第5节我的神感动我的心，招聚贵胄官长和百姓，要照家谱计算，要我找着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其上写着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去犹大省
他人现在在哪里？有没有继续在教会里面？有还是没有？没有。谁有最大的责任要去把他们找回来？谁？不敢讲话的。什么人有最大的责任应该把他们找回来？我们呐，对，春梅姐很勇敢说，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不是平白的，我们今天不是一个布道所刚刚开始设立的，不是，我们这个教会已经几十年了。过去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不管发生什么事哈，在耶路撒冷增加100年的当中，90年的90几年的当中，遇到多少的事情嘛？人失散了嘛？城是广大的，人里面的人是少的嘛？但是尼希米做的第一个事情，不是说今天哪些人先来，不是，先去整理过去的所有这些回到耶路撒冷的、回到犹大地方的这一些的人，然后看他们现在在哪里，现在在哪里？好，在他们整理这个典籍的当中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尼希米记7章第63到65节，我念一下，大家听一下。祭司的当中，就是特别只有在祭司的当中，有哈巴雅的子孙、哈哥斯的子孙、巴西来的子孙，这3个的子孙因为他们的先祖娶了基列人巴西来的女儿为妻，所以起名叫做巴西来。然后这3家的人在族谱的当中巡查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因此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任。他们已经是祭司了，他们在巴比伦就是祭司了，已经在犹太的那个会堂的里面担任祭司的职务。但是后来去查，发现说这些人，他们因为犹太人是宗族制度的所以每一个人他们就有谱系往上找，到今天活着的犹太人都还有谱系往上找，所以他们在那个12个支派的里面，他们特别是不是亚伦的子孙不可以担任祭司的职务，这是他们的铁律所以这3家的人找不到，所以不是说以后不可以做。省长就是当时的省长不是尼希米是更早的省长，对他们说，对这些人说，不可吃至圣的物，就是说不准供祭司的职任，直到有用乌灵和土明决疑的祭司兴起来。乌灵跟土明这2个东西，一般在圣经的里面，我们比较难懂因为这个不是在圣殿里面的常规的一个器物。这乌灵跟土明很像什么，晓得吗？宝龟啦，一个这是宝龟这2个那个宝龟的东西到哪一天如果用那个宝龟的东西宝龟说这3家人可不可以任职但是要有会用那个东西的人，所以那个会用那个东西的人还没有出来之前，他们是不可以供祭司的职任，这样子了解吗？意思就是查清楚了，弄清楚了。这个是这个我要请大家，你有圣经，尽量看圣经尽量看圣经。你查一下圣经，往前翻，尼希米记往前翻，以斯拉记，以斯拉记第2章，以斯拉记第2章。以斯拉记第2章，这个是记载100年前、98年前的事第2章第1节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种这些人。然后第3节说，以色列人民的数目记在下面，巴路的子孙从怎样示法基亚的子孙怎样。你看到这一段，你有没有觉得跟刚才我们念的尼希米记非常像，对不对？请问是非常像还是完全一样？是很像还是完全一样？是怎么样？很像吗？还是完全一样？完全一样，完全一样，完全一样，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圣经出现2次，表示怎么样？哎，重要。对，很好。表示重要。表示重要就是对我们讲起来也怎么样？也很重要。所以美云姐，圣灵感动你的是对的啊，因为美云姐在祷告会，礼拜5晚上的祷告会，就特别讲说要怎么样？要去把那些流失的人啊，要去把它再好好的再查一下，然后把这些名单找出来，然后看看谁能够跟哪一个人联络上，可以请他再想想，是不是应该回来我们这里。如果他在别的地方不是已经有固定的教会，这个其实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失落的。耶路撒冷城就是城是广大的，里面的人少。神让尼希米一个智慧去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去清点以前100年前、98年前回来的这一些人，现在这些人到底住到哪里去了啦？住在什么地方？因为这些人一定有生养嘛，一定人数增加了，但是他们人数增加，并不表示他们是一个群体是可以一起来享受神恩典的，所以大概是这样子我们接下来往下看，所以属灵的原则在第7章里面，第一个就是墙盖好了还要有人看守，墙盖好了还要怎么样？把人搬进来，但是把人搬进来有很多做法。第一项可以做的就是去清点一下，确定一下这些人员。我们教会现在状况是谁？将来哪些人我们可以去邀请的，可以去再联络，鼓励他们不要离开神，不要离开神，不要停止聚会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好，接下来我们就跳到看到第8章了。第8章非常特别。当开始城墙盖好了，可以讲说，除了清点人数之外，第一件事情，属灵上第一件事情就是第8章。第8章我念一下大家听到了7月1月是逾越节，7月是半年之后就盖完城墙之后几个月了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个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律法书带来，把圣经带来7月初1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听了能够明白，很小的小孩子，分辨不出左右手的就没有来了那总之就是听了能够明白的人，他把圣经带到这些人面前，在水门前，因为人多嘛那时候最起码几万个人了从清早到下午，在众男女的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个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大家很认真的在那里听。一个城盖起来要有平安，要能够得到安息，外在的这些组织人力的配置种种这些之外，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就是真理，要把真理的根基。为什么需要这样子？我等一下会再说好，接下来第4节说，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个事特备的幕台上，然后种种这些人，有一些人站在他右边，有一些人站在他的左边。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个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因为我喜欢用教会这本大圣经所以每一次我要来讲到这个在牧师就我们教会通常是要敬拜赞美，大家都会站起来。以前尼希米的时代，书一展开，那个书卷是羊皮卷书卷一打
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讲解，然后使百姓明白所念的，使百姓明白所念。为什么我会操练弟兄姊妹啊？我们下午查经的时候要有人上来分享啊。为什么我要操练祷告会的时候要有人分享？因为教会真正你在真理上要把基础打好的话，绝对不是靠一个讲员礼拜天在这边讲法，绝对不是这样子的。一定要有弟兄姊妹能够下去做更详细的教导，更详细的解说，让有需要的，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能够让这些有需要的人能够怎么样，清清楚楚的念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上的话、书上的话都哭了。这些回到那个耶路撒冷犹大地方，在那里居住的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是多么辛苦的！当年从被掳之地回去那里，以后90几年的时间，几乎没有人跟他们读过圣经，没有听到过圣经。所以当以斯拉讲解圣经的时候，听的人全部几万个人在那里都哭了，都哭了。那么样子的宝贝，这个情况我以前在大陆遇到过。我真的，我88年就去中国大陆培训，到家庭教会去，88年去的那一次，第一次去就被抓了，没有抓到公安里面去，但是已经就是被抓了。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他们没有圣经，靠着从外面来的人背圣经进去，小渔居啊，我也做小渔居进去背圣经进去。然后呢，你看到他们圣经是都把它整本拆开来，约翰福音拆成一本，路加福音拆成一本，这个什么以赛亚书拆成很多本，这个叫做诗篇拆成很多本，然后大家轮流看，我看完了交给你，你看完了交给他，然后大家轮流看，这样子在读圣经的。我第一次88年那个时候，神学院毕业没有多久，我到中国大陆去做培训的时候，从早上一直到晚上，整天在那里讲明一个人一直讲，坐在下面的人没有一个人起来上洗手间，每天坐在那里听，有些人写笔记，全部都是坐地板上。那种渴慕真的让人看的真的是，讲的真的是，看到他们真的是读到神的话，看到圣经，真的是会流泪的。我们今天在台湾太怎么样？太幸福了。每一个圣经不止一本一大堆，圣经很多本，结果呢，有没有真正好好在看？希望大家都有看。然后他们看了都哭了。我们再看，所以读圣经要能够明白，自己读没有办法明白，就需要有人讲解，接下来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为大家一起念一下，请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今天我的标题就是靠主喜乐。靠主喜乐，那个靠主是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他们的喜乐从哪里来？对，鼓掌！他们的喜乐，不是说今天我讲了方言，今天我病得医治，今天我的都不是，他们
的差别在哪里？天堂跟地狱的差别在哪里？就是筷子。对，不是说筷子，是筷子是。天堂是一个大桌子，中间摆满了丰富的菜肴，然后围在桌子旁边很多的人，每一个人手上有一把筷子，那把筷子很长，比自己的手长，因为才能够夹得到菜。天堂是什么？天堂就是每一个人夹了菜之后呢，拿回来自己吃不到，对不对？所以拿了以后都分给人，旁边的人，筷子能够给的地方的这些人，每一个人夹了菜给旁边的人吃。所以天堂的人每一个人都怎么样？吃得饱饱的。什么叫地狱？地狱是一张大桌子，中间很多的菜，每一个人有一双筷子，比自己的手长。每一个人夹了菜之后呢，不给别人吃，想要给自己吃，但是筷子太长了，结果自己吃得到吗？吃不到，所以筷子在打来打去，像菜掉得满地满桌，但是每一个人都怎么样？都吃不到东西，饿坏了。OK， 天堂跟地狱的差别差在哪里？夹到的菜给别人吃，还是给自己吃？这个教会要让人享受安息，就必须要有人能够来关心别人。每一个人都坐在那边等说，我都没有人关心。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整个教会没有一个人要去关心别人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等着别人来关心，到最后我们会怎么样？没有人关心。但是每一个人都说，我尽我所能的，我去关心别人。那这样子的话，每一个人都会被关心到。这个就是分给人，他们吃分给人，大大的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第二天，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第二天继续听所以这个地方是怎么样？
流之前，停在那个就过了红海之后没有多久那个到那个西乃山去领受到那个法版下来，住在那边的时候领受的，这是利未记。后来经过旷野漂流40年之后，再来就是申命记，再一次你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住棚节7日。守节的时候，你和你的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与寡妇、孤儿寡妇都要欢乐。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就是圣殿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7日，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要守这个节日。然后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除酵节就是逾越节，七夕节就是7七49，就是现在的五旬节。然后住棚节1年有3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以色列的人1年有3次，一定要去圣殿献祭、献礼物。一次是逾越节，就是他们的新年1月1号；一次是七夕节，就是1月1号，逾越节之后49天、50天，我们现在叫做五旬节。再来一次就是住棚节，就是7月1号。对，1月1号一次，7月1号一次，半年正好隔半年。这3个节日是圣经里面你如果去看利未记23章或者是申命记16章，这3个节日是以色列人最大的3个节日，圣经明定的，非要去圣殿去献祭不可的节日要晓得这个3个节日，圣经写的，在利未记就写了，申命记再写。但是发生什么事？他说，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愿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就是说1年3次要在这个节日去，就好像我们今天有点像什么圣诞节，大家无论如何来做礼拜复活节尽量来，其他节日大概就比较，感恩节我不晓得会不会，在美国他们可能比较是 OK 真理奠基呢，第一个要读圣经，然后要明白，明白了之后就会有感动，就会有感动，感动会带出什么行动？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当百姓读到了这个尼希米记的这段圣经之后呢，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搭棚。然后那一次就是宣读的圣经讲到的这个，百姓听明白了以后，就去搭棚子了。从鲁道之地大家注意这个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记得。请问嫩的儿子约书亚是什么时候？请问嫩的儿子约书亚是什么时候？约书亚嫩的儿子约书亚是什么时候？进到迦南地去，对不对？开始的时候还没有打下一个地方可以住的之前，还是住在什么地方？住在帐篷里。但是等到有地方住了，盖了房子住下来了以后，帐篷就怎么样？就拆掉了。从那个时候一直到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到那次读圣经之前你去看圣经，大卫王那么属灵，大卫王的时代没有过住棚节，所罗门王的时代没有过住棚节，以色列人在犹大地安居的时候，从来没有一天过住棚节，一次都没有。
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们大家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
奇妙恩典。
长老、丁山长老，还有夫妇，他们是宣教士，感谢耶稣，从美国来的，阿门。我很早生，他是高调。我刚才看起来就是我还去过，怕他使命。好，然后还有2位，一位是陈荣胜，一位是李继航。大家鼓掌鼓掌，欢迎。今天新来的人都在这里啊，好，谢谢。那我们现在请吴牧师了，吴牧师带我们做这个。还有宋龙，宋龙，等一下，你先来。你要祝福，你要祝福。祝福先祝福，来。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起立。请吴牧师可以来祷告，然后我们就送了。我们教会就是那么有安息的地方。谢谢吴牧师。先祷告完了就。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拣选在创世以前，你就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着丰盛的生命。主啊，感谢你将我们安排在四方教会，也感谢主差派这么好的牧者在这里来喂养我们，使我们身心灵都得着健康，使我们每一个四方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在这个爱的团契里面来得到造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兴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身体健康、灵命活泼，都能够一同来奔跑这一条天路。我们求主你继续的带领，让我们四方教会过去的几十年，我们将来也要永远的存在下去。让我们四方教会要成为万民所敬仰的教会。感谢赞美主。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怜悯，天父上帝的慈爱与拣选，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与相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姊妹，请做默祷。
特区的支援会。那个机电会不是机电会有那个支援会，在那有。我知道以前我们在那牧会也知道。对，我们台北特区的，台北特区一个月一次还是？一个月一次，所以这没办法。不要听。它是等于布达命令的，应当是会计年度来开始，因为五 A 是资源先选上，先选上他就训练。